今天我們要學的是常常讓新手混淆的3個立體針法：泡芙針、棗形針和爆米花針。我們需要的材料有美國4號毛線或是日系的中粗線，以及5毫米的鈎針。首先要練習的是5線泡芙針。泡芙針是將1個以上的未完成中長針留在鈎針上，最後一口氣收針。它的立體感會出現在背面，所以我們現在看到的是織片的背面。先鈎織2個鎖針當起立針，反時鐘方向翻面。空一針，在下一針織5個未完成的中長針。1、2、3、4、5，勾住毛線，將鈎針的方向轉向下方，一次穿過所有的線圈。再鈎織1個鎖針，把它固定住。空一針，再繼續鈎織下一個泡芙針。在鈎織未完成的中長針時，你可能會發現，隨着針數的增加，越到後面的中長針越難拉高線圈。所以第一個中長針的線圈高度很重要，要盡量拉到2個鎖針的高度，這樣之後的中長針線圈才會跟着長。鈎織完5個未完成的中長針後，可以按住針腳下面往下拉，這樣可以拉大鈎針上線圈的空間，讓鈎針順利穿過所有的線圈。在最後一個針目裡鈎織1個中長針。織片的正面完成。為了讓所有的立體泡芙都在同一面，鈎織完1行泡芙針後，我們要將織片翻面，再鈎織1行短針。這一行短針除了可以讓泡芙針在同一面鈎織，還可以將前一行泡芙針頂端大小不一的針目調整到相似的大小。這裡教大家一個讓側邊平整的小秘訣。我們一般都會鈎織1個鎖針當起立針，這裡不用。直接把上一行的最後一針拉長一點，然後直接在第一個針目裡鈎織短針。這裡的線圈會稍微蓬鬆一點，不過沒關係，
下一行鈎織泡芙針回來時，就會把蓬鬆的線圈拉平。之後就在每一個針目上鈎織短針。織片的反面就完成了。第二個要練習的是5線長針棗形針。現在看到的是背面，先鈎織3個鎖針當起立針，反時鐘方向翻面，直接在下一個針目裡鈎織5個未完成的長針。第一個長針的線圈要盡量拉到3個鎖針的高度，每一次拉出來的線圈高度也盡量保持一致，這樣織出來的棗形才會圓潤。現在鈎針上有6個線圈，它們是5個未完成的長針和之前的起立針。勾住毛線，將鈎針轉向下方，一次穿過6個線圈。在下一個針目裡鈎織一個短針，鈎織短針時把線拉緊一點，這個短針越緊越矮，棗形針的立體感就會越明顯和飽滿。
在最後一個針目裡鈎織一個長針。織片的正面完成。為了讓所有的立體藻型都在同一面，鈎織完一行藻型針後，我們要將織片翻面，再鈎織一行短針。這一行短針除了可以讓藻型針在同一面鈎織，還可以將前一行藻型針頂端大小不一的針目調整到相似的大小。直接把上一行的最後一針拉長，然後在第一個針目裡鈎織短針。之後就在每一個針目上鈎織短針。因為立體的藻型會將頂端的針目擠到後方，造成鈎織上的不方便，我們可以直接把織片的反面朝下，這樣就可以比較容易鈎織。織片的反面完成。第三個要練習的是5線長針爆米花針。現在看到的是背面，先鈎織3個鎖針當起立針，反時鐘方向翻面。直接在下一個針目裡鈎織5個完整的長針。鈎織完第5個長針後，把鈎針上的線圈直接拉長，把鈎針抽出來，往後數到第5個針目，將鈎針由後往前穿過針目，把鈎針穿回剛剛第5個長針的線圈裡，把線圈拉緊，直接將第5針的線圈穿過第1個針目。在下一個針目裡鈎織一個長針。
在最後一個針目裡鈎織一個長針。織片的正面完成。為了讓所有的立體爆米花都在同一面，鈎織完一行爆米花針後，我們要將織片翻面，再鈎織一行短針。這一行短針還可以將前一行爆米花針頂端大小不一的針目調整到相同的大小，直接把上一行的最後一針拉長一點，在第一個針目裡鈎織短針。因為立體的爆米花會將頂端的針目擠到後方，造成鈎織上的不方便，我們可以直接把織片的反面朝下，這樣就會比較容易鈎織。織片的反面完成。我剛開始學鈎針時，也會常常搞不清楚這3種織法。希望今天的影片對鈎織新手的你有幫助。喜歡這支影片的話，別忘了按讚、訂閱並開啟小鈴鐺，讓我們一起感受鈎織的樂趣。